家好，我是 Eunice， 欢迎你们收看 Eunicelicious TV。今天的影片是要教大家用美善品精准显示温度的这个功能，在家里自己制作 yogurt。所需要的材料很简单，只需要3样东西，就是牛奶、奶粉和原味 yogurt。牛奶我选择全脂牛奶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低脂的，这个随你喜欢。yogurt 的部分，如果你是第一次做 yogurt 的话呢，可以买市售的原味 yogurt 或希腊 yogurt 来做你的 start。这个所谓的 starter 呢，就是你需要用这个 yogurt 里头的活性乳酸菌种来帮助你制作 yogurt。如果这一次你的 yogurt 制作成功的话呢，你就记得保留至少3大匙来做你下一次的 yogurt 菌种哦。如果你喜欢做带有一点甜味的 yogurt 的话，这里也可以建议你们购买香草口味的 yogurt 来做你的活性乳酸菌种。首先导入1公升的全脂牛奶进入美善品的煮锅。然后是奶粉，设定10秒，速度7，来混合拌匀。如果你喜欢做甜味 yogurt 的话呢，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加入2茶匙的香草精和30到50克的白糖，混合好之后，我们就要把里头的牛奶加热，设定30分钟。90度，速度3。关于这个牛奶加热的速度呢，在很多美善品制作 yogurt 的食谱当中，他们会要求你们设定为速度1，而我的食谱呢是设定为速度3。它们的差别就在于，我有试过用速度1，不过加热之后，它会在美善品的煮锅底部留下薄薄的一层胶奶。虽然在清洗方面不是很麻烦，是很容易洗得掉的。不过如果你用速度3，就不会有什么胶奶的产生。之前我有提到，如果你想要做带有甜味的 yogurt 的话，在加入混合好的牛奶和奶粉之后呢，你可以放香草精和白糖嘛，这是其中一种做带有甜味 yogurt 的方法。这里我再教大家另外一种可以做带有甜味 yogurt 的方法，就是你在加热完毕之后放入2茶匙的蜜糖，所以你就有2种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放香草精和白糖的做法，或者是之后加热后放蜜糖的做法。不过我这一次呢是做原味 yogurt， 不是带有甜味的，所以我就省略没有加了。加热完毕后，我们就要等它的温度降温。那降温到多少度呢？是要降温到37度。你做的 yogurt 成功的关键就是在这个37度。那要如何降温呢？有些食谱书呢是教你把整个美善品煮锅放进雪柜里头降温。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用这个做法。第一，因为我的雪柜没有那么大的空间；第二，我觉得把带有热度的东西放进雪柜的话，好像是对雪柜不太好。那我是用什么方法呢？我的方法就是让它自己自动降温。当然，这个方法会比较慢。我是把美善品的盖子掀开，然后我就等。当然，美善品在几分钟过后就会自动关机嘛，我们不需要理它，我就继续等。我大概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我再把美善品重新开机。开机的目的是想要知道1个小时后它降温到多少度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观察美善品的温度显示处，如果温度还是很高，没有到37度的话，那你就再继续等。可能你就调个闹钟，每15分钟再回来看它降温到多少。记得调闹钟，就不要等过头了。那有朋友问，万一我真的等过头了怎么办？它低于37度了。大家请放心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加热就可以啦。你可能就设定一个5分钟，37度，速度3。现在我之前加热的牛奶和奶粉已经降温到37度了。接下来就是加入3匙的原味 yogurt， 之后设定4秒，速度4，混合均匀。紧接着再设定10分钟，37度，速度3烹煮。
个就是煮好的牛奶了。那3汤匙的原味优格里头的活性乳酸菌，在这个37度的环境下，能够让优格发酵而产生凝乳酵素，而这个酵素能够让牛奶发酵后凝结成乳膏状或块状，也就是乳化，变成我们要吃的优格。煮完后，我的方法就是把它放置8个小时，千万不要移动它。我就是把它放在美商品的主机上，我也没有拿什么温热袋啊，或者是布之类的盖着它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就是让它放置8个小时。通常呢，我会在晚上做好，那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优格吃了。可能是因为我居住在马来西亚，是一个热带国家，所以我可以用这种方法，什么都不用理，因为我们这里的温度是蛮高的。如果你是住在那些气温比较凉爽的国家，食谱是说把煮好的牛奶倒入一个有盖的保温瓶里或者是碗里，然后再拿一个温热的毛巾包着它，让它在里头慢慢发酵，至少6个小时，最多24个小时。你放的越久，你的优格就会越浓，而且就会越酸。这个是我放了8个小时乳化的优格，它的浓度就是这样的。大家可以多做几次，慢慢拿捏自己要的浓度、酸度还有甜度。成功后的朋友不要忘了保留3大匙做下一次的优格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，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上传呢，你们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帮我给一个 like， 还有在这里点击转发分享我的影片，谢谢你们哦。